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研发的冰水主机智慧节能技术。我们将分成4个部分来介绍这项技术。冰水系统主要可以分成2部分，分别为冷却水循环系统及冰水循环系统。它的概念是冰水主机提供冰水给无尘室或外气空调箱的干盘管，进而调节厂区的温湿度。冷却水塔则是提供冷却水给冰水主机，将冰水主机的热能释放到外气。本项技术研发阶段是以友达光电的桃园龙潭厂 L5B 厂为计划落地的验证对象。该厂区的高温冰水系统主要有4台的冰水主机、14台的冷却水塔以及多台的水泵。冷却水冰水系统是非常耗能的，使得如何来提升冰水系统的效率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冰水系统中我们可以调控的参数是各冰水主机的设定温度、各冷凝器水温差以及冷却水出水温。我们期望搜寻最佳的这些参数，使整体的冰水空调系统得以工作在最低的耗能点，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冰水系统巨大且复杂，它是由循环管路连接多个冰水主机、多个冷却水塔以及多个水泵等主要设备所组成。冰水系统的运转参数不仅受到天气以及室内热负荷的影响，循环管路内的各个设备之间的节能效益也会相互影响，而且相同的设备因为基差使得运转特性亦有差异。我们所要考虑的运转参数总共有272个。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分制法的概念，将巨大且复杂的冰水系统分解为若干个目标优化问题，分别为总冰水出水温参数优化、冷却水循环参数优化、冰水主机负载调配优化以及冷却水塔故障侦测及排程优化。本节能技术的优点在于，当天气或者室内热负荷变化时，即能够根据当前的环境自动计算出最佳的控制参数。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考虑了许多实际应用中会遇到的问题，例如天气变化产生的水管线温差、冰水主机老化以及冰水主机负载无法直接调控等实际问题。本项技术研发阶段以友达光电厂为计划落地实验对象，使厂房的冰水系统节能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准。依照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本项技术在该厂既有的节能效率上约能往上再提升 2.42%。此方法目前已经具体实现在友达光电的多个厂房。这是本项技术的系统流程图。程式一开始会跟 SQL 资料库拿取现场量测到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做预处理，包含异常值筛减以及评估模型的准确率，然后透过冰水出水温参数优化、冷却水循环参数优化、冰水主机负载调配优化、冷却水塔故障侦测及排程优化等，计算出最佳的冰水系统操作点。接下来将简单介绍这些节能技术。首先我要介绍的是冰水出水温参数优化。冰水出水温参数优化是在探讨冰水主机总冰水温度与干盘管滑门之间的关系，建立出最佳的参数设定的决策模式。此决策模式根据当前的理想滑门开度，及时调控冰水主机的总冰水温度，以达到节省冰水主机耗电之目的。本研究采用模糊控制器即时计算冰水主机的总冰水温度。模糊控制器的输入参数为干盘管滑门的偏差量及其变化量。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冷却水循环参数优化。冷却水循环参数优化是寻找最佳的冷凝器水温差以及冷却水出水温这2项控制参数。冷却水循环系统各个设备的运转参数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使得本研究需要使用大量的现场量测数据，
然后利用生成对抗网络以及深度学习网络来建立冷却水循环系统的运转参数和耗能模型，然后利用 PSO 粒子型演算法来搜寻节能的操作点，那以来解决这样子一个冷却水循环系统的耗能优化问题，我们将这样的一个技术简称为Energy Saving Network ESN。上图跟下图分别显示了案例1跟案例2的冷却水出水温和冷凝器水温差的运转状态。在案例1中，冰水系统开始运行 ESN 的时间是下午1点。案例2，冰水系统开始运行 ESN 的时间是早上10点。从图中可以明显的发现，运行 ESN 的前后冷却水出水温与冷凝器水温差的温度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当天的实测资料并没有相似的天气条件，为了公平比较起见，我们就为了公平比较使用 ESN 前后的节能效益，我们从历史数据中选择相似的热负荷干球及湿球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的耗能取平均当作历史耗电量。如表格所示可以看出，即使在热负荷和天气条件不利的情况底下，案例1中 ESN 节省了29千瓦，案例2中 ESN 节省了45千瓦。再来，我要介绍的是冰水主机负载调配优化。由于冰水主机因为新旧老化使用上的差异，它的运转特性会有所不同。如何在相同厂房热负荷的需求下，决定各冰水主机的负载率简称为PLR， 使整体的耗能最低是此项技术的重点。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冰水主机负载最佳化神经网络，简称为 OCLN。OCLN 是由生成对抗网络 GNN 以及深度神经网络 DNN 所组成。GNN 用于找到最佳负载分布，然后将这个结果输入到 DNN 模型来进行耗能预测。据此可以设计冰水主机的设定温度的控制指令，以达到理想的节能效果。下图显示了冰水主机运行一整天的状态，就落地实验之后运行一整天的状态，跟往常一样，厂商使用 AVL 运行到13点30分，然后我们将 AVL 切换到 OCLN。此时4台冰水主机的负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图所示。为了公平比较应用 AVL 就是传统化的就是利用这个平均负载方法，即我们提出了 OCL 的节能效率，我们找到了热负荷和天气条件非常接近的2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即10点45分到10点45以及3点35到4点05各半个小时的这2个时段。实验结果显示即使在热负荷略为不利的情况底下， OCLN 仍然比 AVL 节能了 4.15 千瓦。这也表明本研究所提出的 OCLN 可以为冰水系统提供节能效率。紧接着我要介绍的是冷却水塔故障侦测及排程优化。冷却水塔故障侦测及排程优化是透过深度学习网络来建构每台冷却水塔频率对应耗能的模型。透过该模型，系统将决定在何种的天气底下开启哪几台冷却水塔，并针对有运行的冷却水塔判断是否异常。以下将分别介绍这2种技术。冷却水塔故障侦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议题因为如果发生异常的话，会影响到冷却水塔的散热能力，导致冰水主机或冷却水塔耗电量增加。我们从历史数据中发现，当冷却水塔发生故障的时候，其耗能会有显著的变化，如右图的 raw data 所显示。因此，本技术的做法是观察现场量测到了耗能与模型预测的耗能的偏差量。若这个偏差量达到2000瓦以上，则系统将判定为冷却水塔异常。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冷却水塔的排程优化。在非下月的时段，冷却水塔的机群并不会全部启动，
常务人员常常面临的需要关闭哪些水塔的抉择。可是各冷却水塔的运转效率并不相同，其能耗差最多可以将近10千瓦如这个图所示。因此要关闭多少台以及哪几台的冷却水塔，使得运行的冷却水塔的机群整体机群的功率最低是我们的重点左图是冷却水塔排程优化的流程图我们根据冷却水塔的总频率计算单台冷却水塔的频率需要介于20到60赫兹之间。在这样一个条件底下，计算每一台冷却水塔的耗能如右图的红线所示，然后根据要开启的数量，从耗能最低的冷却水塔开始挑选，将挑选到冷却水塔的耗能加总当作整个冷却水机群的总耗能如右图蓝线所表示的。当我们把所有的组合计算完，就能够找到冷却水塔机群的微笑曲线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研究成果这是我们数据驱动之滨水系统智慧节能技术的人机界面这黄线是数据驱动这样一个节能技术执行1天后的运行结果。我们从历年的数据中挑选相似的热负荷跟含值的数据，并将这数据的耗能取平均值当作历史耗电量如蓝线所示。根据当天的热负荷及环境条件下，本团队所开发的数据驱动的这个节能技术，1天约能节省1014.5度电，大约是 2.1%目前此技术已应用在友达光电厂的华雅及龙潭园区。根据落地后的节能效益评估华雅园区1年可以省200万，龙潭园区的厂可以省140万。这是根据1度电蛮低的价钱所估测出来的那这也表明了本技术具有足够强健性及适应性。那友达光电对于本团队所开发的技术甚为满意，不仅邀请本团队参加其内部的成果展，公司还推广此技术到其他的厂区并且颁发感谢状由董事长署名的感谢状，如左图所示。此项技术也获得科技部举办的 Get Pitch 比赛，获得第3名，也荣登台北科技大学邮报的封面。我们的成果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聆听。